花了2天的时间了，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每一次进来的时候可以领取挂机收益，那挂机收益是在下方的客栈，我们点一下客栈啊，这是游戏的特色玩法啦，最主要就是可以领取评价值啊，还有铜钱这些啦，然后提升客栈，然后拉高收益，然后餐具部分也可以透过铜钱来进行提升了。然后这边你点了以后会持续加成哦，每一波上限大概是8个小时吧，使用一次增加2个钟头，然后上限就是8小时。再来这个首页部分啊，会有很多金叹号的地方，你可以去跟他进行对话，他会给你一些奖励品，还有商人。好，这个是客栈部分啊，然后游戏迷宫这一块就是很浪费时间的哦。昨天有玩过啦，然后今天的话就差不多了，就不玩了，因为要退游了嘛。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总共探索3层，可以拿取很多奖励品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啦。探索部分你会遭遇到敌人啊，也会拿到宝箱，右上方这边就是地图，你就跟着地图跑就 OK 了啦。然后左上方有宝箱领取，还有怪物挑战，然后这边就是当前的层数你可以领取到的奖励品。这边有音乐还有音效，但是你打开也没有意义啊，因为这游戏没有什么战斗音效，你可以听得到一些早期的音乐啦。那音效部分啊，就是一些很单调的声音而已，进行战斗基本上是毫无音效，还有打击音效的。这是7日的奖励剑仙李逍遥，然后还有9剑仙的相关活动，在这边可以透过活动取得的9剑仙算是很重要的啦。工会的部分啊，在仙盟事务这里有捐献，然后还有抽奖，在这个地方一天可以5次吧，最主要就是优先拿到9剑仙的碎片，可以让你洗5次的牌，等于是每一天那里多拿5个碎片啦。7日登录的部分送绝品的书妹，有20抽，我们就把它抽一抽。这游戏5星还挺好中的啦，今天平均10抽都有各中1张哦。这是当前我取得的角色哦。这游戏有一个重点哦，就是它各项技能啊，你空卡1张是比较没有用的。你看6星、7星、8星、9星，你每升1星，它多了一项技能的被动技哦，所以升星是非常重要的哦。一张卡根本走不了太久，到后面你还是会以重复抽到的卡片为主要成长的对象啦。像慕容紫英啊，它在仙盟商店你就可以换得到慕容紫英的碎片了。B5 商店这边也可以换得到李逍遥，这些就是可以让你固定取得管道。那蓝色品质的李逍遥，它算是主角嘛，所以你是不能把它换下来的。你能换下来的就是其他伙伴啦，像布阵的部分好了，1手、2手、3手、4手，它是按照你的编队越前面的先手速度是越快的只有这样子区分而已它没有什么速度值。被打造的部分给各位看一下。进行战造，那你有缺的材料啊，你就是要去扫荡关卡。首页这边练功房，在这个地方你摆一个角色下去啊，一定的时间它会给你碎片这一块还算是不错的然后我们看一下主角部分吧，主角这里有合集技就是像你跟赵灵儿搭配，或者是林月如搭配，他们都会有合集的技能，进行战斗就出现了。手厨的部分给各位看一下吧，在左下方，手厨是送阿奴，然后领3天，是非常划算的啦，他又送你那么多的碎片了，然后还有98元赠你的是送雷元哥，这个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左下方仙游，在这一块右上方有仙音宝匣，这个东西就是音乐早期的音乐，你在这边都可以听得到的，可以让你带回情怀的感动，就在这个地方右下方有好感度，好感度的部分它加成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去进行互动这些然后好感度往上升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像好感度达到3友好的时候，就开启了主角援护然后冒险这边是算是副本了啦，有竞技场嘛，比武大会，还有蜀山问卷，这边就算是爬塔了。然后再来这边就是打一关打一关这样子打的，然后可以进行重置关卡。剑之试炼这边是打铜钱还有打经验的副本而已啦。那我们看一下比武大会的部分，看不到别人用的队伍啦，这一块的话就比较不太行了，所以未来有攻略就补充在下方留言区吧。其他的地方还没有解锁，那我们看一下宴会的部分，就是领取体力，这个就是你要扫荡装备的材料会用到的包子，然后走主线也会消耗到包子，还有走外卖，外卖我们可以去进行接单接完单立即前往，它会到了一个地方了以后，你只要自己手动去寻找了，你只要去找到就是 NPC 头上有吃的那个符号就行了，看这边就有一个了，这样就算完成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领取奖励，就可以拿到外卖的积分那些东西啦。然后右上方幻境除妖，这个地方是挂机然后左下方你可以看得到30分钟，一天可以挂30分钟，这是最高的反正它会这样子来回走动，你就遇到敌人了，然后你就摆着，让它自己去挂就好了。玩法部分应该就没有什么重点了啦。那最主要的地方主线关卡，左上方有主线，有见闻，见闻的话算是支线。走主线给各位看一下，是战斗，进行布阵。出战，战斗就是那么阳春了。然后左下方这边就是合集技，如果你有派赵灵儿或者是林月如上阵的话，合集技这边就会变得比较多。
气力值满了以后就能开招了啦。那战斗它就是完全没声音了，就整个很阳春的感觉啦。然后右下方有跳过，对不对？第一天玩如果你很快达得到 VIP 就可以直接跳过了哦。然后我们再来，它会一直维持跳过2场，好，这场也是可以跳的，然后有1场是不能跳的。来，再来，这一场就不能跳了，你就只能看它从头打到尾。这一块真的是最大的缺点哦，这一块是非常劝退的哦。跟你讲，这款游戏第一天就是要强迫你氪金了。第一天你遇到战斗啊，你没有氪金就没办法跳过，对不对？你要打上百场，大概150场到200场之间吧，你是无法跳过的，你会逼到氪金哦。你看那个挥剑问情，我还没有氪过金哦，我无氪玩了5个月，这款我第一天我就直接氪金了，因为受不了了。所以啊，以我个人来讲，这款的体验我大概给个60分吧。它的玩法内容除了剧情部分很不错啦，就是你可以用手机直向，然后去看剧情，边看剧情边玩，但是其他地方做的太氪金了，尤其是这个跳过，它一直维持的，你走主线你就一定会遇到2场可以跳，然后1场不能跳。第一天的话你不氪金，你没有达到 VIP 1的时候，你是完全无法跳的。那这游戏的话，它没有存在着什么1之1啊、1之2、1之3、2之1之类的推图，它是没有的，它全部导入在主线。一直维持着打3场有2场可以跳，1场是不能跳的，它不断的这样子维持下去哦。你大概花在这块时间要花2个钟头起跳吧，你要把它当做在推关卡啦。一整玩法其实就是这样哦。说它好玩吗？剧情当然是这个游戏是比较好的，那剩下的地方它是全部都输哦，它没有一个是赢的。这一款的话，我是觉得不太行哦。有啦，如果你是6、7年级生，你可能会对于它这种情怀品质你会比较喜爱啦，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其他的都不行了。那第一天他就要你氪金了，没有氪金是很劝退的哦。好啦，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大家拜拜。网上部分我有找到强度榜 T10 等级是独孤剑圣T0.5 分别有柳梦离、唐雪见、拜月教主。基本上平民玩家都是只看 T1、T2、T3 因为它的强度排名都是有包含限定活动的角色啦，对于平民玩家取得的部分相对的就是非常困难了，你荷包要够深才行。那连结部分我放在下方留言区，有兴趣的时候再点进去看吧。晚上我有找到一些角色的推荐，我把它整理起来了。普通玩家的推荐啊，第一个就是温慧因为他抽卡的时候比较容易出所以升星会比较快。那第二位是徐长卿也是很好出货的。其实整个游戏的重点就很简单了，5星的角色基本上都会非常弱，因为你星数越高，它开出来的特殊技能才会越多。所以对于平民玩家来讲，你看的不是 T0 等级的卡片，你看的是好出同名卡的卡片了。那第三个是九剑仙当时我在封测期间玩的时候，活动就是九剑仙基本上都可以取得到1张啦。然后商店也有获取碎片的管道，这一只角色对平民玩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第4个是星璇，缺点是要升到7星啦，它整个用处才会出来。在前期部分先丢仓库吧，中期以后就可以拿它去进行推土了第5个是紫萱，群攻非常强不管是平民还是课长都会使用它。缺点就是抽卡也一样不容易出啦，所以升星会比较缓慢一点了。然后下方的话就是重氪的推荐了，版本最强就是独孤剑圣，但只能在限定活动中取得神七双的部分因为它的定位和九剑仙重叠了，对平民玩家来讲就只要养九剑仙就好了。神七双除非你抽很多张同名卡，你再考虑养吧。最后一位拜月教主强力神坦升星是比较困难的啦，因为它也是只能在限定活动中取得。星数升上去了以后，它就是 T0 等级的坦克在初期部分它实用性是不如雷元哥的，对平民玩家来讲不如就直接用雷元哥就好了。阵容推荐分别有平民阵容新手阵容、维克阵容、土豪阵容，这个连结我也会把它放在下方留言区本次影片到这里，大家拜拜。